如果问谁是最美观、最优雅的直升机，火力军的回答一定是小鸟。有什么造型能比一个会飞的蛋更优雅呢？不过长得小巧不代表战斗力弱。有一句话说得好，黑鹰掉了，小鸟救；黑鹰怂了，小鸟上。在特种作战中，小鸟可以做到很多黑鹰做不到的事情。摩加迪沙之战中，小鸟就凭借着独特的优势救出坠落的黑鹰。如今美国陆军取消 FARA 计划之后，年过半百的小鸟又迎来了新一轮升级。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直升机，小鸟是美国特种部队的专用坐骑，在摩加迪沙之战中一举成名。1993年10月3日，美军特种部队出动8架黑鹰与4架小鸟，满载三角洲特种作战人员，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执行抓捕任务。小鸟直升机呢比较灵活，对地形的利用程度高，可以在街道和建筑物之间从容穿过。随便的找一个平整的屋顶，做一次2到3秒的短停，就能完成人员的着陆。在这次行动中，小鸟在未被对方发觉的情况下顺利潜入，并将三角洲部队在指定建筑放下。另一边，黑鹰的任务就没那么顺利了。虽然运载能力更强，但是悬停时间过长，目标过大。在城市环境下，人员所降危险系数大， RPG 和机枪能够轻易地对黑鹰发起攻击。在摩加迪沙执行任务时，黑鹰不仅造成意外跌伤，还被 RPG 击落了一架。此时任务的性质就变了，从抓捕行动变为了搜救行动。由于黑鹰坠毁的区域十分拥挤，除了小鸟，没有一架直升机可以执行这次救援任务。小鸟救出坠机幸存的2名士兵后，又有一架黑鹰被击落。美国部署在摩加迪沙的地面部队也被困住。这时小鸟又站了出来，装备 7.62 毫米机枪、9头蛇火箭弹吊舱，直接化身杀手弹，帮助美军部队撤出危险地带。对于美军而言，这次行动堪称灾难。2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3架被击伤，数辆卡车和悍马被击毁，也成为了黑鹰永远的痛。不过对于小鸟来说，这次行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全方位展示了各种优点。小巧灵活，火力猛，可以执行各种任务。这次行动过后，驾驶小鸟的8名飞行员因为出色的表现都被授予了银星勋章。至于小鸟直升机的战场用途，从摩沙迪沙之战中也能看出来，可以搭配多种武器执行突入敌后或者摧毁对方关键建筑的行动，也可以不配备武器，用于战场指挥、侦察和运输。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特战专用。小鸟属于该型直升机的绰号，其具体型号为 AH-6 与 MH-6， 其中 AH-6 是小鸟的攻击版本， MH-6 是特战版本，没有武器配备。小鸟是美国第160航空作战团的专用坐骑，该团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唯一的一支航空部队，主要负责对三角洲部队和其他特种部队提供直升机运输支援和直升机攻击支援。而小鸟的研发与第160航空团的成立，主要原因就是鹰爪行动的失败。1980年，为了营救在伊朗被扣押的人员，美国国防部发起了鹰爪行动，由海军舰艇运送，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战术机动，再由陆军特战队执行陆上突袭计划。结果呢，各位也都知道，行动以失败而告终。队伍还没有抵达目标区域，就因为直升机相撞而造成伤亡。鹰爪行动失败之后，美军开始整顿自家的全球特种作战能力，而第160航空营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建造目的就是为特种部队提供空中运输、侦察、火力等等。到了1990年，该营的规模扩大，成为了一个团级单位。在建营之初时，第160航空团主要配备 UH-1、秀1和 CH-47 支弩干，这2种直升机都属于中大型运输机，大批量运送人员和装备没什么问题。但是执行特种作战时，这种大块头的直升机就不行了。美军需要一种灵活、轻型的直升机，从而满足特种部队执行特殊任务的需求。为了节省时间，这款直升机必须在短时间进入部队服役，于是 OH-6A 就成了最佳选择。OH-6A 是美国陆军在上世纪60年代开发的轻型直升机，由休斯飞机公司研发，空重只有557公斤，续航里程430公里。在问世之初， OH-6A 连续创造了23项直升机的记录，包括飞行速度、航程、爬升时间等等，在越南战场大放异彩，与 H-1的配合也相当完美。
完美符合美军对轻型直升机的要求。于是美军在 OH-6A 的基础上开发出 AH-6与 MH-6， 小鸟这个名字呢也随之诞生。从外观上看，小鸟直升机的前部机身采用弹型设计，机首是一个视野极为开阔的玻璃气泡式驾驶舱，2名机组成员并排乘坐。如果是 MH-6， 后部两侧是2排乘客长凳，可以搭载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82公里。凭借着小巧的机身，可以随意在街道和建筑之间穿梭，并将特战队员在指定位置放下。只是虽然小鸟的飞行性能优秀，但是对这种几乎没有装甲保护的直升机，生存性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对于飞行员来说，防御的问题还稍微能接受。小鸟直升机的机身设计为 A 型框架，可以吸收冲击力，防止驾驶舱被碾压。在发生坠机事故时，小鸟是生还率最高的直升机之一，灵活还耐摔，飞行员自然不怕。问题在于成员，搭载小鸟的士兵坐在机体两边，基本上就只有屁股是坐在飞机内的。在战场上飞行时，都要担心会不会被榴弹击中。唯一算得上保护措施的，也就士兵身上的防弹衣了。小鸟之所以采用这种乘坐方式，主要目的就是让士兵快速登机或离机。小鸟的降落时不需要接触地面，成员解开安全带就可以完成投放，中间的停留时间很短。对于直升机而言，这样不仅效率更好，而且也更安全。而且对于成员来说，坐在直升机里面也会主动打开舱门，与小鸟直升机当前的情况差不多。这也算是美军直升机的一个习惯。就比如黑鹰直升机，后舱舱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开着的，在作战状态下也不例外。美军直升机后舱不关舱门的习惯，主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养成的。美军在越战中投入最多的直升机型号，就是贝尔公司开发的 UH-1 修一。当时为了提高修一的自卫火力，美军把 M60 机枪固定在后舱舱门处，而安装了舱门机枪后，后舱舱门就有点碍事了。在来回装卸货物时，舱门就更碍事了。后来美军的后勤甚至直接把修一的后舱舱门给拆了，不仅省事，还能降低飞机的重量。此外，对于直升机而言，如果要在战场降落，那么飞机上的人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如果需要拉开舱门，也就意味着成员要在直升机上多待几秒，而在这几秒内能发生很多事情，比如一发 RPG 命中直升机，或者一挺机枪对直升机进行扫射等等。为了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直升机，美军习惯在降落前将直升机后舱舱门拉开，没有后舱舱门的直升机那就更方便了。至于飞行员的安全问题，也完全不用担心。在摩加迪沙之战后，美军曾对小鸟进行战时评估，发现原本担心的防御力问题被高机动性弥补了一些，而且在低烈度地区执行特种行动，小鸟也不需要考虑制空权的问题。此外，小鸟的攻击版本 AH-6 虽然是一款轻型攻击直升机，但战力并不输给一些大型的武装直升机。在波音公司的改装下， AH-6 可以携带2挺 M134 7.62 毫米机枪，也可以挂载 M260 7管火箭发射器，或者是 AGM-114 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如果有需要，也能携带解 U-19 12.7 毫米加特林机枪，直接化身5支对地一顿突突突。在摩加迪沙之战中， AH-6 就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援。小鸟的缺点就是不擅长与敌人火力直接对抗，而且负载能力太低，无法兼顾人员运输与火力搭载，只能2选1。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既然1架不行，那就上2架。实际作战中 ，MH-6 与 AH-6 大多都是一起行动，与越南战争期间的 H-1 与 OH-6A 一样，一个负责运输，一个负责打击。凭借着灵活的优势，美军部队走到哪儿，小鸟就飞到哪儿。美国陆军第160特战团的任务与美国空军特战联队不一样，第160特战团并不担任攻击或电战任务，主要是突破直升机操作空域限制，从而执行秘密特战任务。其飞行要求就是低空高速，从而避开敌方防空雷达的监测，在敌人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将特战部队运送到目标区域，并执行任务后撤出特战人员。不过在第一次实战中，小鸟的发挥并不算很好。1983年，美军对格林纳达发起军事行动，第160航空团与小鸟首次参战，6架 MH-6 与2架 AH-6 与4架空军的 C-130 运输机，从北卡罗来纳州的教皇空军基地飞往东加勒比岛。除了直升机机组人员外，
这些飞机还搭载了一支美国陆军突击队与一支三角洲中队。抵达东加勒比岛之后，黑鹰与 MH-6 搭载三角洲中队与突击，准备突袭列治文山监狱。美军的情报显示，当时这里只有敌方的轻步兵，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监狱附近的山脊上部署了2门组232，倒霉的黑鹰被当场击中。虽说之后在 MH-6 的掩护下，所有人都撤离了交火区，但运送突击队员与三角洲中队的计划也因此取消。首次作战中，小鸟基本上都是支援任务，包括将伤员运往海岸线的海军船只上，以及对黑鹰坠机现场的搜救。等到1987年两伊战争期间，小鸟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2架 MH-6 与4架 AH-6 参与了美军在波斯湾监视与打击伊朗军舰、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任务。其中 MH-6 搭载前视红外线和录像系统，可以监测和识别目标，并指挥 AH-6 进行攻击。一般情况下，小鸟都是留在甲板之上，等待美国海军的 SH-2 指示目标。在海军的配合下，第160航空营曾俘虏了4艘伊朗制快艇。对于小鸟而言，前2场军事行动只能算是热身作战，专业不对口。1989年的巴拿马战争中，小鸟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在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了9架 MH-6 与11架 AH-6 执行特种作战，其中2架 MH-6 与2架 AH-6 降落在托里霍斯库托门机场，用于投放信标和战斗指挥员。另外4架 AH-6 攻击巴拿马国防部队总部。虽说其中1架小鸟被敌方击落，但无一人伤亡，其他 AH-6 则护送 MH-6 执行屋顶救援任务。在巴拿马战争中，小鸟执行的任务大多为突入敌后或者摧毁敌方关键建筑，灵活机动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小鸟本身被击坠了3架，只有1人阵亡，相比较获得的战果，这个结局还是可以接受的。而1993年的索马里之战，小鸟直升机一举成名。在这次战斗中，1架名为超级61的黑鹰被击落，之后1架 MH-6 取捞飞行员，但当时地面部队还没有赶到，飞行员直接跳下去救人，副驾驶抄起 MP5K 单手开飞机，为友军提供火力掩护，最终成功救出黑鹰机组人员并顺利撤退。随着另1架黑鹰被击落，美军部署在摩加迪沙的地面部队也被困住，而小鸟又化身杀手弹，准备 7.62 毫米机枪、9头蛇火箭弹吊舱，对敌方展开疯狂输出，帮助美军部队撤出危险地带。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H-6 与老搭档三角洲合作，救援了被俘的杰西卡·林奇，并被拍成了电影《救援杰西卡·林奇》。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也有小鸟直升机身影，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美军部队走到哪儿，小鸟就飞到哪儿。只是在美军中，小鸟主要是一种特种用途直升机，所以在役数量并不多，目前只有47架小鸟直升机在第160航空作战团服役。它的地位与美国空军的 A-10 有点类似，服役了几十年，一直都是某一领域的制霸式装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A-10 很落后，不过是一杆会飞的机炮，大国冲突时完全没有发挥空间。但就是这样一款飞得慢吞吞的油猪，凭借一杆30毫米 GAU-8，在对地支援方面的费效比其他任何高端武器都比不过。小鸟直升机也是如此，以综合性能来说，基本没什么优势。可就是这种没有优势的小鸟，在特种作战中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黑鹰与特战队员。只是与 A-10 退役一样，小鸟也迎来了终章。按照原计划，美国的未来攻击侦察机服役之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中的小鸟大约有一半会被 FAI 计划中的特种作战型号所取代。但是美国陆军取消 FAI 计划之后，小鸟又复活了。美军目前正在研究小鸟的新一代升级，也就是 MH-6R。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160航空团的小鸟机队一直在进行稳步升级，但是整体重量和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主要是软件升级，比如增加网络中心能力、通信中继能力等。同时，小鸟更换了6叶主旋翼，拥有更大的起飞重量，并且还采用了全新强化的机身，包括为其配备新型无线电设备、新型油箱和座椅。只是功里与体型，小鸟的升级空间并不大。按照原计划，小鸟直升机预计到2030年代中期就要退役了，由 FAI 计划的机型替代。只是美国陆军取消 FAI 计划之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只能继续推进任务增强型小鸟 X 的升级工作，并将其命名为 MH-6R， 预计将于2023年交付。
关于升级版 MH-6R 的性能，目前详细信息很有限。不过因为太平洋地区的特殊性，美军新一代机型的飞行速度和航程，所以火力军认为升级版 MH-6R 大概会升级发动机。之前美军就曾提出过升级小鸟的发动机。2023年5月，在特种部队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旋翼计划执行办公室负责人杰弗里·唐纳表示，小鸟直升机换装混合涡轮电动发动机之后，飞行速度可以提升 25% 到 100%。如果小鸟以每小时 166.7 公里的速度飞行，那么升级版的小鸟的飞行速度就可以提升到每小时333公里。对于特种部队来说，飞行速度是很关键的性能，在未来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这点更是重中之重。总的来说，小鸟的设计目的就是执行特种作战，从而支援前沿地区。但是在未来大国竞争中，对方拥有综合的防空网络，小鸟能否顺利执行任务就成了一个未知数。FAI 计划取消之后，小鸟的复活能持续多久也是一个问题。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小鸟直升机可以再服役多长时间？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